大罢免、抗议、蓝绿对决、国会冲突，这是民主的日常及展现。但这真的是民主吗？为什么它感觉更像一场永无止境、消耗所有人精力的战争？我们究竟是在解决问题，还是在制造更多问题？大部分的讨论都聚焦在谁对谁错，谁会赢谁会输。这场罢免的真正危险，或许不是最终的结果，而是那个充满烟硝味的过程，正在如何侵蚀我们民主的根基。2016年的选罢法修法大幅降低了罢免门槛，它将罢免从一个本应是纠正贪腐渎职的外科手术刀，变成了一把可以轻易用来发动政治斗争的开山刀。罢免这个写在法律里的工具，如今的运作方式已经带有强烈的社会运动色彩。它模糊了法律程序和街头政治的界限，而这正是理解当前困境的关键。第一个问题，大罢免究竟是民意展现，还是政党斗争？罢免权的初衷是公民对失职民代的直接问责机制，但当门槛降低后，它成了一种低成本、高回报的政治攻击手段。罢免的发起往往源于真实的民意，例如因国会改革法案而起的青鸟运动，这点毋庸置疑。但随后，政党力量会迅速介入，将这能量收编放大，变成解决政治僵局的武器。所以答案是两者都是，而且这正是问题所在。它始于民意，却终于斗争。公民的愤怒成了政党动员的燃料，整个过程消耗巨大的社会资源，加剧政治对立，却不一定能解决最初的那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反共护台的叙事在这场罢免中如此有效？在一个高度极化的环境中，最有效的动员策略是将复杂的议题简化为一个清晰的道德抉择。原本国会改革涉及复杂的宪政法理，很难引发公民的大规模共鸣。但是反共护台这套叙事，成功地将其转化为一个简单的选择题：你是要和民主的台湾站在一起，还是要和独裁的中国站在一起？这个框架有效地触及了台湾社会对中国威胁的普遍焦虑。这套叙事是一把双面刃，它极大地提升了动员效率，但长远来看，它正在毒害我们的公共讨论空间。当任何政策上的不同意见都可以被轻易地贴上亲共卖台的标签时，理性的政策辩论就消失了，民主也就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。第三个问题，既然如此，我们真正该问的问题是什么？一个民主体制的长期健康，取决于它的游戏规则是否被尊重，而非单一场赛事的胜负。我们真正该担忧的，不是这次罢免会不会过，而是这种焦土式的政治斗争正在成为常态。它在教导下一代，政治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，没有妥协，只有消灭。这种文化的侵蚀，比任何一位立委被罢免与否，对台湾民主的伤害都更加深远且难以逆转。总结今天的核心思维模型：2016年选罢法修法降低罢免门槛后，虽活化了公民参与，但也引发担忧，罢免逐渐沦为政党斗争的工具。其运作方式带有强烈的社会运动色彩，模糊了法律与政治的界限，可能伤害民主的稳定与品质。反共护台的二分法正在毒害民主的公共讨论空间。最后，我们看到社会运动和制度内的政治好像总是纠缠在一起，分不太开。那么罢免运动，它的进行方式，它的诉求是怎么开始的？钱从哪里来？跟政党的关系到底有多密切？这些过程本身会不会比单一个罢免案的成功或失败，对台湾民主长期的体制，还有它的稳定性，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呢？与其争论罢免的结果，我们更应该审视罢免的过程，因为真正的战场不在票箱，而在于我们共同的民主规范是否在这场混战中被一步步侵蚀。这里是核心知识，让我们一起洞察事物本质，建立你的思维体系。我们下部影片见。